这是我喜欢看的韩剧。每当男主角深情地依偎着女主角的时候，我的心都跟着融化了。我也渴望有一份这么真挚的爱情。我目前在一家贸易公司做翻译类的工作，平时也兼职做模特的工作。我的愿望就是找一个像韩剧男主角那么完美的男朋友。他叫金尚中，我的男朋友，今年25岁，是一个正宗的韩国欧巴。为了从事贸易工作，他来到中国学习语言，已经3年了。在我们谈恋爱的10个月里，我越来越觉得他和我理想中的完美男朋友相差得太远。我觉得他应该清醒一些，他太透露到这种电视，里面可能很多存在一些误会。我现在真的很纠结，我的男朋友为什么和韩剧里面的男主角那么不一样？好，听完了我们倾诉人的倾诉哈，短片当中其实把他们的故事甚至压力说的都很清楚，到底他们会给我们说出怎样的压力？欢迎2位倾诉人，欢迎他们。这位是 Coco， 这位是金尚中先生。好，欢迎你们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压力在哪里？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喜欢我吧。知道是因为我们文化的差异还是什么，他很多问题都不能直接来回答我，解释清楚。比如？因为我经常看韩剧嘛，我觉得在韩剧里面，男主角背女主角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之间的话，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发生。比如说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出去吃饭，还有他的朋友们，当时我喝了一点点酒，就想撒个娇，我就说你干脆背我回去吧，走路回家也就10多分钟的路程，他也不会太累。就算是他觉得不想背那么久，他也可以意思一下呀。但是他就很直接的就把我给拒绝了，一点都没面子。对啊，当着他朋友的面，我觉得很没有面子的。你干嘛不背呢？反正他的家又不远，他个子那么高，我背上他，可是你不是，我觉得很难看。可是以前你喜欢我的时候，你就是因为我高，所以你很喜欢我。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就觉得难看。而且如果我背他一次，他会期待下一次，所以我不想。就不能开这个坏头。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是情侣之间代表的动作吗？反正我可能有的时候会期待有很多那种很亲密的小浪漫的那种。结果一次都没实现。我之前交往的都是中国的男朋友，约会的那些费用都是男方付钱，但是我和金尚中在一起要 AA 制或者是 AB 制。如果我今天请你吃饭，那明天你要请我吃饭。如果我们去看电影的话，我买了电影票，你就要负责买爆米花和饮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情侣之间一定要把这个算得很清楚呢？这不是钱的问题，那是什么的问题？一个礼貌的问题。我在韩国基本上见朋友都是 AA 或者 AB 制的，我已经都习惯了这样的。但是在他看来啊，觉得你们俩不管是出去吃个烛光晚餐也好，看个电影也好啊，你能全买单，表明你对他的感情是全部的，是很浓厚的。我用别的方法表示他。比如呢？上一次我们100天的时候，我借了一个小酒吧，就地上全是那个玫瑰叶，让他坐着中间，然后好几个朋友帮我一起唱歌，还有给他画，然后准备了一个礼物，项链，还有这个耳朵，这个这不是很好吗？那和他的给的小浪漫就是他全部投资嘛。我觉得那个小浪漫也是男女朋友之间应该的嘛。但是我就觉得 AA 制和 AB 制这个有一点奇怪啊。那你把钱向哪里花？
我钱往哪里花？我钱花的地方可多了。你知道我很喜欢买衣服、买鞋子、买包包，所以我花钱的地方一点也不需要你操心的。而且本来就是啊，我觉得情侣之间，这个男方照顾女方的方式之一就是，他肯为女生花钱嘛。如果钱都不愿意付出的话，那其他的感情什么什么照顾什么什么的，我都觉得那是更复杂的东西了，比钱更复杂的东西了。因为我在韩国。但是你和韩国的朋友是普通朋友啊，我们两个是男女朋友，这个不一样啊。哦，但是都是我爱的人。那韩国的男女朋友之间也是这样的吗？也是这样啊。如果我请他吃饭，他会请我喝咖啡。那结婚呢？更明显这个问题，付钱的话是一般呀。然后男的买房子，女的买家具啊，家里的东西。万一啊，房子要100万，家具只要10万呢，这个很不对等啊。但是在韩国是这样很正常的。所以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做的这些都很正常，但在你的概念当中，至少在韩剧里还不正常。的确也是，韩剧里面也确实不是这样。你来一一对照一下啊，韩剧里面有哪些事儿在他这儿没法得到体现？太多事儿了。他说 AA 制的时候，他觉得就男女之间应该很平等嘛。对。但是实际上，他对男女之间这个性别问题，并不是看得那么平等。这个怎么讲？我觉得他有一些大男子主义。你能理解大男子主义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男人以自己为中心，不顾女人的感受。我没有啊。我经常跟他讲，他都是这样，我没有啊，然后很无辜的样子，然后也讲不清楚他到底为什么没有。比如说，男朋友帮女朋友提包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吧，他平时没有主动帮我提过，这就算了。有一次我去上洗手间，我就把那个包叫他帮我拿一下，然后我就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我手都还没有干。准备叫他给我拿纸巾，我擦一下。然后他就马上说：“哎，包你自己拿好，拿好。”我就觉得很奇怪，你帮我多拿一下就不行吗？一点都没有绅士风度啊！他的包包都是粉红色、红色、蓝色。对我提着不好看。你想让我帮你提包的话，你一定要带上对我好看一些的，那我可以帮你。还得给你准备一个外包装。对。这是韩国的风俗吗？没有，我的风俗。这就说明是你的问题啊。但是韩国也很少男人帮女人提包，而且女孩不需要让她自己男朋友提包。他撒个娇都不可以吗？很多男人帮女朋友提包包，觉得不好看。那爱情啊，那是。爱情这个会有别的。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方法给他一块儿陪他逛街？一起逛街啊，这个好漂亮啊，好漂亮啊！那我记得下来，然后下一次我买给他。这种，我觉得这也是爱情啊。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现象，我觉得也很奇怪啊。那你就透过这个现象，你看到了怎么样一个本质？他不在乎我。我爱他。哎呀，不要说那个包包都不要提。我考虑一下，看一下他带了什么包包。什么包？粉红的。意思就是我也要买一个男士的包，然后准备着让你提，对吧？可可不满自己的韩国男友，问题就出在“浪漫”2个字上。男友不愿背她回家，不帮她拎包，约会 AA 制。现实的一切让她这个韩剧迷曾经珍藏在记忆里的浪漫爱情被彻底颠覆了。为什么本该浪漫的韩国男友却不浪漫？为什么每次自己的浪漫请求，他都会有那么多借口拒绝？接下来面对可可口中男友不在乎自己的断言，现场这位欧巴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呢？他
很喜欢去酒吧，他一周最起码要去3次，我叫他一周少去几次，不行，那不行，上瘾了。我去酒吧的原因不是为了什么的，我们几个韩国朋友们都是男生，我们没有过去找女孩。但是他和他的朋友一起玩嘛，我叫他带上我一起去，他不愿意。那不方便啊。对，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呢？因为我们都习惯了我们自己玩。你自己怎么玩呢？我带上去的话，他们会不好玩了，不舒服。但是你的朋友我也认识啊，怎么不好玩呢？我好吧，我考虑一下。好，还好。而且很关键的就是，我们2个本来认识就是在酒吧里面认识的，所以我就觉得很担心这个问题啊。他可以和我这样认识，他也可以和别的女孩子这样认识。那你又为什么去酒吧呢？因为那天是去年7月份我过生日的时候，跟他是邻桌，然后我们这一桌全是女生，他们那一桌全是男生，刚刚好。然后我们就玩游戏嘛，就说谁输了就过去找一个男生要电话号码。哇哦！然后那天就看见他戴了一个帽子，黑色的小礼帽，然后在酒吧里面戴帽子很奇怪也很特别，然后就去找他要电话号码，就跟他喝了一杯。哎，我一听他说中文好像说的不是很流畅，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哪里人，就跟他聊了几句。他说他是韩国人，我又没有韩国的朋友，我就说可以呀，我说那我们一起玩吧。正中你的下怀啊！你不那么喜欢看韩剧吗？然后回家他还给我发短信，就问我有没有安全到家，我就觉得他还是挺细心的一个人。后来他就开始会约我出去吃饭，就是这样认识的。我关心的问题是第一次吃饭这谁付的钱？我。你看。你看。真相大白了不是？求爱的时候什么都愿意为你做，一旦到手了不管了。其实有一点我比较不明白，韩剧当中的男主角一般不像他这样。对啊，就是不像他这样。高高帅帅的。对啊。对吧？你如果喜欢韩范的男生，在我们所谓的偶像剧当中，他绝对不算是。对。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男生？因为一开始呢，只是因为一起出去吃饭嘛，然后当时只是觉得只是朋友，但是他很细心，他会主动帮你拖椅子啊，还有就是把纸巾给你准备好，还有他觉得很好吃的菜，他都会加到你的碗里，然后反正就给你推荐。中国男生不一样会干吗？我觉得像拖椅子这种动作的话，中国男生还是比较少吧。那说明你是遇人不淑。然后还有就是我和他性格比较合适，虽然他中文不太好，但是他有的时候会给你讲一些很冷的笑话。冷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的点就在那个冷笑话上。来，你跟他说的笑话说一个给我们听一听。随便一个就行。我就故意给他看起来很坏的人。然后他说你好坏呀，然后我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我这样。不是，其实是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问一下男生，你们自己韩国人对于韩国人整容有什么看法？整容整容这个可多了。他去整容的话，你赞不赞成？如果他已经整了已经整了无所谓无所谓是吧？你们是持无所谓的态度啊。还有就是他有到过我家嘛，而且去了很多次了，他真的是把自己当客人。比如说我那天就给他说，我说今天过去你一会儿主动收一下碗，结果我后来看还是我妈一个人在那里洗碗。为什么到了他们家你不主动的收一下碗筷呀？这也是文化差异吧？是吗？对啊，因为我们在韩国就邀请客人来我家，如果他主动的帮我们家务，觉得主人很不舒服不开心，所以到他的家就好好陪他的爸爸妈妈好好聊天，好好吃他妈妈做的菜，我觉得这个更好一点。但是 Coco 的意思是，主人家已经没把你当客人了，都差不多是准女婿的心态了，所以
你也就会以家人的身份合着一块儿来做做饭呐，刷刷碗筷呀。我从小时候都不进去厨房了。这是韩国人的传统还是你个人的习惯？现在韩国很少这种，但是我妈妈不让我进去厨房，洗碗做饭都我不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里面吧，也许你根本就没有想过和我就是以结婚的目的来谈这个恋爱的。他姐姐上个月结婚，他就回韩国去了嘛。我就说我和你一起回去，就顺便会去见一下他的爸爸妈妈。他就跟我说的，如果你想去韩国旅游的话，就等我过几天和公司请好了假，我就带你过去吧。这2天的话，我只去2天我就回来了，你没有必要跟我去。我听着就觉得很生气啊。你想过跟他结婚吗？没想过。那完了。过一天算一天了。反正现在我们在一起。结婚不结婚，反正我们在一起嘛，现在。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早。好了，听了2位倾诉人的话，接下来我们听听嘉宾的意见，一起进入今天的减压面对面。你去女方的家里见父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结婚的节奏？想过。为什么还去？因为如果我不去，他不开心。那是他现在不开心重要，还是将来你不跟他结婚，他更不开心重要？每个情况都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还是年轻，而且谈了10个月说结婚，我觉得很早，还是很早。我没有说要马上结婚啊，我只是说有这个想法。我认为他内心不是觉得感情没有到，是压根他没想过要结婚。对，我完全没有想过。他完全没有想过要结婚，这不是感情笃定不笃定的问题。那你觉得什么时候是合适结婚的时候呢？不知道，因为没想过。对。我有打算。你有打算结婚吗？是现我有能力。你有能力是指什么？怎么才叫有能力？我想做贸易，所以做贸易，赚钱了是吗？行吧，这都是不靠谱的东西。我要有工作能力。我们这样问你，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能力了，达到了你的婚姻条件，可以跟他结婚吗？直接回答没关系，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是没明白他说什么吗？他明白了，我告诉你这话，他已经很明白，就是你已经达到了你结婚的能力，你有钱有能力有工作能力有结婚的条件，可不可以跟这个女人结婚？我觉得结婚这个很重要。没想过，就是没想过，我已经问得够赤裸裸了。好吧。一声叹息。刚才我们一直在以为是2国文化差异带来的尴尬和矛盾，实则你上台来一直在做一个比较，把它来跟韩剧做比较，所以我在想，有些时候是不是你自己把你的这段恋爱想得过于的美好，让你认为它就是你应该选择的，但其实很多时候浪漫的爱情并不能代表他终身会跟我在一起。比如说，第一，他是否愿意在中国定居，这些话你有问过吗？他说他要看他在中国发展贸易发展的好不好。所有的话没有一个确定回答。如果一个人已经在学习了，在做贸易了，他会想着我要在这个地方还是不要在这个地方。第二个，他想跟什么样的人结婚，有问过吗？至少没有拿到过答案。第三，既然他有那么多我们韩国怎么样，我们韩国怎么样，他那么重视这些文化，父母那边是否知道你们恋爱，通通不知道。所以有些时候做女孩的不能谈过于梦幻的爱情，过于梦幻的爱情有时候会让你自己觉得很受伤。
你才24岁，为什么那么恨嫁呢？你在没有嫁人之前遇到了这个可以跟你享受美好时光的男人，这是你一生之中唯一一个可以爱错人的机会。等你结了婚，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说，青春赋予你们纯真的爱情，我不觉得不以结婚为目的的爱情就是多么的不道德，除非它是破坏别人婚姻的。大家既然不能够将来永远相依相伴，10个月了，你把这个事情看清楚。如果说我还年轻，我还希望跟他有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可以继续。等到你说哦，我觉得一定要以结婚为目的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找一个踏踏实实也愿意跟你一起走的那样的男人，我觉得也为时不晚。也许再过几年他就想和你结婚了呢。你应该觉得自己过的这一段真的很美好。你跟他在之前韩国有女朋友吗？有。那你现在还有吗？那个女朋友在韩国，这是还在谈吗？还是或者就没有，彻底是了断的是吗？因为我害怕有一点就是可能他以后到韩国去工作或者怎么样，可能忽然就会不跟你联系或者怎么样，那你能接受吗？到时候真的会发生的，你一定要想好了。韩剧是好看的，套路是一定的，对，故事是多样的。爱情是主要的，男一号如果是多金的，女一号就一定是草根的；男一号是帅气的，女一号就肯定是可爱的。车祸是一定要有的，痴心也是必须的，但生死是难测的，关键还得看编剧的。我们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编戏的都是骗子。据说在韩国电视剧的编剧当中，10个名编剧有9个是家庭妇女，对对对，而且都是40、50岁左右。是的，他们非常清楚女生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也非常清楚在自己曾经的青春年华当中，他们喜欢的是什么，所以才会有很多韩剧当中的一些环节，包括台词，比如说《蓝色生死恋》当中那句著名的台词：“哥哥，我下辈子要做一棵树，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和家分开了。”再比如说《来自星星的你》当中，都敏俊和千颂伊要分开的时候，千颂伊哭的时候，为什么我还没有说分开你就离我而去？等等等等，这些桥段全部都是设计。所谓的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就是把生活当中某一些东西做到极致来感染你，但是在生活当中基本不常见。我们在看到一些对韩国艺人的采访过程当中，他们亲口承认，在韩国日常的生活爱情当中，韩剧当中的情节根本就不存在，包括雨中的浪漫，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车祸、痴情等等等等。孔令老师是做艺术创作的，他非常清楚，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假象。我们通常说，简单的未必是最好的，但最好的一定是很简单的。人与人之间恋爱，往往就是你爱我，我爱你，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所以你必须从韩剧的梦幻当中跳出来。刚才我为什么一声叹息？我是感叹为什么老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因为现在部分的国外的留学生到中国来谈过女朋友，压根没想过结婚，这是现状。我们不能说去指责他的这种行为，因为人家一开始就说得很明白，人家并没有像有些中国男人一样去蒙骗，包括在今天舞台上说我没有想过，我就是没想过。所以说，了解了游戏规则，了解了对方的意图，看你自己，好自为之吧。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声说出来。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哭了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来。我没有想到结果比我想象来的更残酷一些，所以我已经有想好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或是想解释的，其实我很想听一下。其实我没有想过跟你结婚，但是也没想过跟你分开。我们虽然在酒吧认识，但是我不是在酒吧冲酒吧喜欢你，我
还是没有想过跟你分手，而且我好几个哥哥已经中国女朋友结婚了很多，我没有骗你，我会好好想。大家如果希望 Coco 继续选择和金先生在一起，那请在表决器上按赞成键。如果你们希望 Coco 放弃和金先生的这段感情，请你们选择反对键，请按键。这个之所以会50%对50%，可能金先生最后说的那番话，以及他的直率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他刚才好像说了一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可以开始考虑是否结婚的这个问题。可以追问一下，他刚才是不是说过这句话？我跟他从来没谈过这件事情。所以今天他说了很明显，所以我会好好想。好。但是 Coco 会怎么选 ？Coco 呢会再有10秒钟的思考时间，这个过程将为你升上选择柱。来，请升起选择柱。请选择。选择放弃。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虽然他今天放弃了，但是我会找他好好谈这个事情。我也想考虑这个问题。